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房价大跌是不争的事实，在一线城市深圳，房价下跌到让人唏嘘。深圳的房产打响了全国第一枪，全国房子跌价看广东，广东房子跌价看深圳。现在就连深圳的房子真的跌到你怀疑人生。现在就连深圳东部主中心、大院中心的房价也开始扛不住了。之前这个楼盘卖到4万多，现在直接干到1万8，这样的价格你在深圳绝对想不到。深圳楼市打响了2025年降价崩盘的第一枪，就我身后这个楼盘在南山区地铁口，1个月内降价3次，从9万多降到现在3万多，185平米的大三房，看山景，楼下呢就是地铁和商场，现在价格只需要600多万就能买得到了，3年前还要花1500万。您知道深圳这个业主亏得有多惨吗？19年630万入手的这套毛坯大平层，装修又花了40万，再加上当时买的税费和这几年利息，成本就700万了。现在也是房价腰斩，300多万就能住进来。房本113平的4房2卫大平层，南北通透双阳台。你敢想象吗？在2025年的今天，深圳湾的房价也扛不住了，价格呢从原来的15、16万一个平方，现在降到了5万多。一手的现房即买即住，还送每平米1万多的豪华装修。深圳的房价下跌已经完全失控了，大量的开发商正在集体砸盘。从10月起，深圳就打响了一轮新房价格战，就连最抗跌的南山也绷不住了。之前10到15万每平比比皆是的南山前海，现在新房单价直接降到小4万了，还是带精装修的现房，使用率超100%。这样让其他区的房子还怎么卖啊？一名女中介表示，深圳房地产行业太卷了，中介公司零佣金，开发商打折，南山的一手新房原价的8万多一平方的单价，现在打折到4万7带精装修现楼，中介公司还返佣金。而且深圳房主为了卖房也是拼了。现在的业主为了卖房子真的是太卷了，咱也不知道是谁带的这个头。就我身后这个小区啊，那个业主拉了一个群，拉了几百个中介，发动全城所有的中介过来看房，过来的中介都有红包领，那现场整的是人山人海。业主这样做呢，估计也是希望尽早脱手，少赔一点，因为现在几乎是每个卖房子的人都有自己的辛酸故事。这名男士呢，在2020年底花了730多万买的房子呢，加上其他费用等，一共投入800万元，现在只要375万就要出手了。我是教育行业的啊，教育行业的，我父母也是老师。我这套房子是3代的，我父母两个人花了30多年，再加上我自己15、16年，所有积蓄，所有的投入，对，所有的积蓄，就3代人赚的钱就没了，还要再负债一点。从前呢，有个趋势叫做金9银10，就是说呢，正常情况之下，每年9月份和10月份都是房子卖的比较好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大陆10月份有7天的假期，但今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了。国庆深圳的楼市让人大跌眼镜，很多人都以为今年的国庆节会是成交高峰期，但结果却是打脸严重。9月5号的新政以后，核心区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释放，核心区的老旧房地产继续承压。得到释放政策的区域，虽然在9月的成交量有所改善，但10月的成交量估计不会上涨很多。国庆期间，这个看房量是有所增多的，但国庆节马上就要结束了，成交量却在下降。尽管表面看来深圳房价下跌很严重，但网友们似乎是并不买账，纷纷表示好事儿，再降一半我也买不起，降到4000才是最合理的价位。钢筋水泥15万一平，开玩笑，有这么值钱吗？降到1000才正常。15万一平，什么人能够买得起？普通百姓买得起吗？那些买房人钱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一个月挣3万，你会用1个月的收入购买0.25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吗？看来呢，中共多年来一路推高房价，老百姓早就忘房心态了。有人就不禁感叹说了，家人们，深圳这房价跌得也太讽刺了，以前谁不盼着在深圳有套房啊，觉得是人生赢家，现在倒好，当初没买房的反倒成了真人生赢家。那些年咬牙凑首付被几10年房贷买房的人，
现在全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也有深圳房地产人说出了现在的行情。5年前是排队买房子，现在是排队卖房子。5年前买房是为了多赚几十个，现在卖房是为了少跌几十个。5年前是客户追着房东跑，加钱也要买，现在是房东追着客户跑，打折打到骨折，客户还要再等等。一夜之间，深圳的房东都在疯狂的卖房，就算把当时买房的首付全部给亏掉，也是挡都挡不住。现在深圳的二手房挂牌量呢，已经达到惊人的10万套了啊！新房呢也有700多个楼盘，就这呢还没有算上法拍房，还有其他平台。当下深圳这么一个大环境啊，有实力的呢，要么就不出手，要么呢就房子根本就住不完，刚需想要买的呢又没有资金，去哪里找那么多买房的人呢？有博主指出，接下来深圳楼市还会有10个变化。第一个，大部分的房价还得继续往下走。第二个，不少的开发商会推出公抵房，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降价来卖房子。第三，送手机、家具、家电的楼盘会越来越多。第四，二手房的成交价会比现在的市场价还要低很多。第五，二手房的挂牌量会急剧增加。第六，老破小和超高层的房子会迎来一波抛售潮。第七，炒房客基本要退出江湖了。这第8呢，法拍房数量会明显增加。第9，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选择回老家的会越来越多。这第10，房贷利率还会迎来新的一轮下调。作为中国4大1线城市，深圳与广州已然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而2025年9月的房地产数据更是让人深感扎心。刚刚公布了2025年的9月的房地产的数据，70个城市当中啊，只有1个城市长春市环比上升了0.1，其他的69个城市比全部下降，广州下降0.9%，深圳0.8%，环比1月下降1%，这什么概念，兄弟们？1%就是100万的房子1个月之内掉了1万块钱，那500万的房子呢？1个月时间下降了多少？那是5万呢。广州房价跌到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被马云说对了，房子如白菜，我身后这边房子啊，总价20万一套，随便选啊。懵了呀！现在房价的崩塌真的是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时代廊桥的话，有一套83房的南向3房已经刷新了目前在卖的记录，单价的话7000多，总价的话也就64万。这个业主跟我聊的时候说心在滴血，几年前人家的话还他价格比现在整体到手的可以多70多万，但是他当时没有卖。21年房价已经便宜了30%，甚至40-50%。就拿我所在的广州1线城市来说，之前很多卖4-5万的房子，现在都只要1万多块钱。就连广州小蛮腰最中心的地方珠江点的好园，现在也就4万多块钱。放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2025年的7月，就有博主指出，广州房价已经跌回到10年前。广州楼市可能已经回到2015年了，造成这个结果。广州管理层恐怕难辞其咎。从2021年高位到现在，广州房价已经大跌了约3到6成，核心城区普遍跌3-4成，近郊的黄埔、番禺，包括天河东部，跌幅大多在4-5成，远郊如增城等有些跌幅已经在5成以上了。以上数据来自知名自媒体说财经，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就是说经历了4年洗礼，广州房价已经回到了10年前。对此呢，网友们纷纷表示，全国房价都回到2015年了。大家可以看看番禺的祈福新村，很有代表性的刚需上车盘，确实是跌到了2016年水平了。听过一个说法，一套房子正常价格应该是当地普通工薪阶层10年的工资。按照广州普通工资的5-6千来算的话呢，一套房子价格应该是在60万左右，所以呢还有的跌。有人证实说，我2个广州朋友同学都在卖房租房住，真人真事。我广州21年10万一平的价格已经跌到了5万一平。有人认为广州房价一定跌到20年前，广州实际上就是3-4千的工资。那么说来说去呢，还是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是跟不上了。对于人们密切关注的房价下跌现象，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说白了呢，还是中共主导煽动的房地产泡沫到破碎的时候了。其实房价并没有下跌，200万的房子降到了100万，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值100万，
只是被炒起来的。再加上信息不透明，以前100万的房子可以忽悠别人200万接盘，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会上当了。这个关于房价的清奇分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我只知道1平米的成本价是1000块，深圳中研大厦2000年每平方米2000块，现在每平方米几万块，还大赚钱呢。说得对，实际上123平的房子也就是30来万，卖50、60万，已经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了。成本就是2000块的每平，黄沙水泥根本就不贵的。2025年10月3号，中国财经博主灰狐表示，在今年11期间，他收到广东中山以及安徽的合肥粉丝视频与来信。有视频显示，在广东中山的一个楼盘售盘处被砸了。博主灰狐介绍说呢，2023年这个楼盘单价是每平方米是1.8万元，而且呢没有商量余地。但是到了2025年的11期间，在售楼处同一楼盘的房子只要7000块每平方米就能卖了，而这对已经买房的老业主们来说呢，无疑就是一种羞辱。他们受不了这种认为是天塌了的现实，于是呢，很多业主一气之下，竟然拿着砖头块砸售楼处。对此呢，有网友表示，7字头说实话还算是好的，明年这个时候4字头不信等着瞧。其实呢，这并非是个别的现象。早在今年的8月，就有广东网友爆料说，广州天河公园旁边的唐安花园2期的一手住宅，因为开发商突然间对房子降价，老业主们无法接受，都集体到售楼处来抗议。因为才过去1年，他们买的房屋单价就从每平方米的4万多跌到了2万多一平，跌幅超过了50%。看来呢，业主们真的是心痛了。今年的4月份，广州番禺某楼盘超底价抛售精装现房，单价从每平方米1万6降到8000块一平方米，这导致2房1厅价23万元，而3房1厅则是45万。因为楼盘降价太快，老业主们无法接受，纷纷齐聚大闹售楼部。没有，当时我们下电梯的时候，你跟我写保单是说房。在中国多年来的操纵与煽动之下，中国房价好似过山车，从一路飙升到不断下跌，让很多被忽悠的买房人不但赔上全家的积蓄，甚至还背负巨额的房贷。有些人在卖房以后还欠银行一大笔钱，而躲在暗处的中共权贵们则把从百姓身上捞取的金钱偷偷转移到海外，供子孙挥霍，全然不顾本国百姓的艰难处境。而这也是中国人不断觉醒、认清中共的原因。在中共11的国殇的前一天，有人拍视频发现一名8岁左右的孩子在街头捡废品，他翻了4个垃圾桶，一共卖了10块钱。而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点钱又能够做什么呢？而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当下生活的真实的写照。有网友表示，这就是科技强国的缩影，你们还没有见过比它更惨的。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